兩朝元老薄一波，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天不怕地不怕，卻被一個請求難了3天3夜。不僅當場給不出答案，還無奈表示給他3天時間，讓他做出答復。這就是1986年的湖南之行。薄一波先後參觀了毛主席、劉少奇和彭老總的故居，可面對着工作人員希望他能為毛主席故居題詞的請求時，這位久經戰陣、見多識廣的中共八老卻罕見地表現出難為之情。直到3天之後，他拿出了對毛主席的評價後，人們這才知道薄一波所說的為難到底指的是什麼。1986年，薄一波來到湖南調研活動，閒暇之時，他來到了3位偉人的故居。私人儀式，故友來訪，看着昔日老前輩、老朋友的故居，薄一波百感交集。在參觀劉少奇和彭老總的故居時，工作人員希望他能揮毫潑墨，他毫不猶豫留下了自己的墨寶。可輪到毛主席時，薄一波卻一反常態，變得吞吞吐吐。最後，薄一波無奈地說：“主席的一生充滿了傳奇，給他3天時間，自己一定給出一個說法。”而3天之後，薄一波的評論果然讓人直呼意外。要知道，在參觀彭老總故居時，薄一波可是毫不猶豫揮毫寫下了自己的評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為他知道，從井岡山的缺衣少食到延安的千里轉戰，彭老總對國家的赤膽忠心絲毫不需要懷疑，歷史也終將給出正確的評價。不同於彭老總的將軍風骨，劉少奇的故居讓薄一波心潮澎湃。一直以來，劉少奇就和他亦師亦友。思來想去，他揮毫在劉少奇的故居門前寫下了“浩氣長存”4個大字。可對毛主席的評價卻屬實難到了這位老前輩。因為毛主席一生坎坷，經歷極其豐富，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多少有些以偏概全，沒有辦法完全闡述毛主席的偉大。在經過3天的思考之後，薄一波又一次來到了滴水洞前。此時的他想到了对毛主席最恰如其分的評價：永遠按照你詮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前進。此話一出，在場眾人一片叫好。可誰也沒想到，多年之後，老前輩的這個評價卻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討論。他是2朝元老，先是輔佐毛主席，後是幫忙鄧公，一生兢兢業業，被2位偉人譽為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和前後2代偉人都有所合作的薄老，也對2位偉人有着自己的認識。儘管同樣是偉人，可是2人卻有着天壤之別。鄧公踏踏實實將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開啟國家新一輪建設的大潮中。正因如此，薄老在鄧公去世之後才會寫下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評價。而毛主席是天之驕子，統一國家，驅逐外辱，帶領老百姓從無到有，建立了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基礎。正因如此，毛主席除了要有治理國家的才幹，更要有着天馬行空的領袖能力。抗美援朝時，毛主席當機立斷，瞞過全世界，對聯合國軍突然出兵，為中國賺來大國榮譽。炮擊金門時，毛主席指東打西，牽制美軍力量，從而緩解了中東的局勢。或許就像薄老所說，毛主席一生充滿了傳奇，每個人都很難全面評價他。俗話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或許這才是毛主席深不可測的真正原因吧。